我们第一次开学术会的时候，就是你就问了我一句，我能叫你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吴，我是峰哥。收看前请记得点赞、收藏、投币3连哟。我和峰哥已经在一起2年多了，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刚认识那会儿那种青涩、懵懂、暧昧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是还蛮怀念的。对，这2年多确实发生了很多事儿，酸甜苦辣都有，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很美好的。峰哥，虽然我们这么熟了，但我其实真的很好奇，我们之间很多的第一次发生的时候，你究竟在想什么？那我也是蛮好奇的，那些第一次。那我们互相问对方一些关于第一次时候的想法，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这2年多的故事。OK， 然后绝对不能生气。谁会生气啊？那我先说，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是喝酒喝多了吗？那时候已经凌晨5点了，你非要拉着我去你家。那时候我们躺在一张床上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好家伙，你直接就暴露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躺在一张床上。是啊，但我们之间真的很清白。那天我们躺在床上，什么事儿都没干，我们各自穿着衣服睡觉，穿得好的下课。那天我在想什么？托你回去的时候，肯定是有想一些歪心思的，但是到了家，其实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，控制不住自己的困意了，实在太困了。但是托你回家之前，在 KTV 门口是有动歪心思的，是想把你给还是我太单纯了？我那天本来不想去你家的。那你为啥还是去了？就是你非缠着我去你家。哦，是我倒贴？也不是啦。那你那天在想什么呢？其实是有点小期待的。你是清醒的是吗？我很清醒。然后发现他只是躺在一张床上呼呼大睡。气死了，气死了！我干嘛要过来？那我来问，我们第一次开学术会的时候，就是你就问了我一句，我能叫你爸爸吗？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我靠，真的是惊呆了，老铁！这有什么惊呆的？哪个男人不想被叫爸爸？不是，我们是第一次干啥呢？你就问我会不会有点唐突呢？这么一想，的确是蛮唐突的，好像。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然后想着你应该也会接受，毕竟谁不喜欢被叫爸爸？就是你实在是克制不住想叫别人父亲的这种冲动了，是吧？就是你要问出口，就尝试一下，看看你能不能接受。你真的很厉害，手段很高哎！我有什么手段？全南京最有手段的。第一次你约我吃饭，我就想知道那时候你真的只是单纯的想请我吃顿饭吗？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啊，我们吃完饭，然后又喝酒，喝到凌晨5点。喊你吃饭肯定是想见你嘛，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的时候，就会迫不及待的想分分秒秒都能见到他。然后是不是只想吃个饭呢？这肯定也不是的。如果那时候大家就是也没有上头啊，也没有怎么样，再唐突的喊你邀约去家里，也不太合适。那所以只能带你去喝个酒，万一看看喝完酒能不能有什么后续。但是你酒量谁能想到这么高？就是喝到了凌晨5点还是那么清醒，应该是邀约的吧？我说去我家，但是被拒绝了。对，是的，真的好惨啊，连见2面都没有肢体接触，说明我还是很乖巧的。手段啊，都是手段啊！把手段高明打在公屏吧。你第一次见我觉得我怎么样？第一次见你是在 KTV 嘛，推门进去，感觉你整个人就很有型，长得又帅又干净。那你觉得我现在呢？现在嘛，略显油腻，主要是因为你胡子拉碴，你当时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，多清爽啊！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的胡子清起来真的很扎人，而且也影响形象嘛。你快去把胡子剃了再来录，让粉丝们也看看帅气的你。这么形象？这又是我忘了，第一次我去你家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当时第一次去我家，都以为你是我的合作伙伴，我的商业伙伴。尤其我奶奶，你记不记得？说小吴啊，你跟峰哥是好的合作伙伴啊，2个好兄弟啊，一定要永远这么一起好好的工作啊！反正就是有一点忐忑吧，就是不知道你会搞个什么幺蛾子。我怎么会？因为你第一次来我家就喝多了，就狂喝，然后说要跟我姑父约酒，然后要跟我姑父把我姑父喝趴，就是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儿来，因为你是不可控的。因为我一直以为你们家里人很能喝，结果他们，这个酒量真的很菜。然后后来
估计你去我家都去了有10几次了，肯定没啥感觉了。感觉就是你去我家就是你回家了一样的感觉，说不定我家人也是那样感觉，就是你回来就2个儿子都回来的那种感觉。那你第一次去你是什么感觉呢？就除了一开始见你妈有点紧张吧，我不知道你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好不好相处。但是第一次发现还是你妈是一个很 nice 的人，丑媳妇儿见公婆。包括我觉得你家里整个氛围都是很融洽的，包容性很高，所以第一次去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，蛮从容的。对。第一次我们一起租房，你是什么感受啊？就是一开始我不是一个人租了个10几平的房子，在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嘛，然后后来我们一起决定，你从学校搬出来住，我们一起合租到一个50多平的房子嘛。那时候你是怎么想的？那时候我还在上学，也没什么钱。那时候我也没什么钱，那时候我刚从上个公司跳槽，其实也没多少存款。对，然后而且房子还挺贵的，一个月要靠近4000块钱。然后那时候每个月要给这个4000块钱的房租，其实那时候也没啥收入，真的是狠着心去租这个房子。怎么说都过来了，都挺开心的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有这些共同的岁月在一起。那时候一起租房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。其实还是对未来充斥着希望吧，还有肯定。那我觉得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过渡期，我们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过渡期。我们也是在那个房子开始第一次做 B 站的，那个房子见证了我们掐的第一条饭，就是第一个破100万的视频，然后100万视频之后就没再做。不管怎么说吧，这2年多的时间的确让我们磨合得越来越好了。我记得有一个粉丝说看我们2个人单独说话都会觉得很尴尬，但是我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合拍。各位粉丝真的是我们这2年的见证者，真的还是蛮幸运可以遇到小的，能让我们一起慢慢成长，慢慢喜欢，慢慢温柔。所以我们要一起慢慢来，慢慢看世界，慢慢变老。